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之前已经有稍微提到过，但是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所以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再聊一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定境、禅定、修定。定跟我们说的不解释、开悟、登出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许许多多的修行方式里面都有打坐。为什么要打坐来修行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式，它让我们的6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是向外的，而意是我们的思想。这6种感官，我们如果要真正探索我们内在的运作，想造访我们真正内在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让外在的这些能够停止。所以我们就借着打坐，关闭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然后再借由一些方式，连让我们的思想都可以停下来，这样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能够完全的静止下来。当它们完全静止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可以探索我们的内在。这是从古至今都通用的一个修行方式。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同的修行方式，它的目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对于道家来讲，他打坐的目标往往是让他的气能够运行小周天，然后能够在他的丹田结丹，慢慢丹能够三花聚顶，五气朝阳，能够升到他的泥丸宫来，也就是顶轮这里来，然后跟他的神识，就是他的灵魂可以合并起来，然后可以出阳神。出阳神之后呢，这个阳神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我们原本生存方式的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往往他们追求的是这个。但是这也是比较后期的道家才有这样的方式。一开始老子那个时代，他们追求的是道，道就跟我们所谈的解脱的方式、登出开悟的方式是同一个方向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修定跟我们说的登出开悟到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它可以相融合的地方又在哪里。修定顾名思义，就是要让我们安定下来。让什么安定下来？让我们的对外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能够安定下来。当我们眼睛不看，然后不听、不闻、不接触，慢慢的我们内在就会安定下来。但是我们的思想往往在这时候就特别活跃。这有点像一个瓶子，它原本里面有沙子，然后有水，我们看起来很浑浊，看不出到底有很多的沙。但是当你整个瓶子都安静下来了，这些沙子慢慢沉淀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我们的思想一样，平常因为我们一直抓取外面的情境，眼睛看到的，哇，那个好漂亮哦，那是什么？我们每一个感官接触外面的时候，我们都抓取了外境。那其实抓取了外境之后，我们还思维那个外境，但是因为我们太专注于外境了，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想法。但当我们沉淀下来，安静下来，开始打坐，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非常多的思想在我们的脑袋里面非常的活跃，这些思想来来去去，不停的在那里翻动。这时候我们就要靠一些方式来让它安静，比如说数息法、观息法，就是注意着我们的呼吸，一直看着我们的呼吸，然后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要去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要注意我们的思想，只注意着我们的呼吸。这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的呼吸一吐一吸到底是冷的还热的，有什么感受，然后慢慢注意下去，我们的脑袋就会慢慢的安静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就只会注意到我们的呼吸，慢慢的呼吸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细微，到了呼吸也停止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入定了。所谓的入定，它是6种感官都停止下来的一种状态，叫做定。虽然6种感官停止下来，但是内在的感官并没有停止。所谓内在的感官，就是我们对内还是有情境发生。我在这里打个比方，比如说在打坐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感觉，轻安。轻安就是感觉到自己完全没有身体，轻飘飘的，然后有一种非常安静舒适的感觉，这个就是轻安。当轻安的感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愉悦，非常的快乐。有时候这种安定的定境，它甚至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性爱还要更快乐、更舒适。所以很多人会追求这种定境所产生的喜乐感，但是这跟我们追求开悟登出又是有不同的地方存在。开悟登出，我们讲究的是不解释，不解释就是对情境没有了解释。我们刚刚发现，我们所说的定境，既然说是定境，就是有一个定的境界。那个境界不管它是什么，它会有一些觉受，有一些感觉。就算你到了非常高的定境，就像飞翔定，有这么高层的一个定境，它还是飞翔，好像有解释，又好像没有解释，薄薄的这样。到了这么高的境界，它还是存在着可以觉察的对象，就是那个一点点的解释。只要有所觉察的对象，就会变成有觉有所觉。有觉有所觉的时候，它就是二元性。只要这个二元性一存在，我们就在一个故事性里面。我们整个人生只是觉所觉，就是这么单纯。我们对所觉产生了解释，那一连串的解释串联成人生故事，我们就在故事里面。谈到这里，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定跟我们所说的不解释、开悟登出，它的关系在哪里？在佛学上，它有更深的解释。在佛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止观，止就是停止的止，观就是观察的观。止观，止讲的就是刚刚我说的定境。当我们追求这些定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止。止了什么？止了我们的脑袋的思想，停止了我们对外接触的这个五官。但是它往往对
定境里面的境界还有所解释。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靠观，从头开始，就是这个观是最重要的。像我们之前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第一句的第一个字观是最重要的。所以止观里面其实观是最重要的。观的意思是如其所示的观察。什么叫如其所示的观察？就是照着事物本来的面貌观察着它。事物的本来面貌到底是什么？就是未经解释的事物。那就很单纯，就是当我们觉察到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察着，而没有解释它。而当我们觉察一个对象而没有解释的时候，对象是无法成立的。这时候对象跟所觉就会合而为一，成为一味，就没有二元性存在。我们对所有的境界，包括定境中的境界，都是我们解释出来的。它的存在都是因为我们的解释而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觉察着一个对象，我们没有解释它的时候，它就跟我们的觉察成为一体，这就是真正的合一。所以在佛学里面，止观双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讲到不解释的部分，也讲到觉察的部分，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佛学以外的一些教导打坐啊等等，很多的法门，它为的只是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暂停。对于思想暂停了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内在以及我们对眼前所产生的境界，它都是没有去管它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安定下来了，没有了思想了，这时候我看到眼前一片光明，然后从光明里面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这些东西对于其他某一些修行方式来说，它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使用内在感官觉察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些现象出现了。这时候当然我们可能松果体打开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平常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这对于我们修行不解释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它只是我们平常一样，跟我们观察到外在的现象一样，看到某一些现象升起，并且我们对它加以解释，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观察着而没有观察到什么，这个觉察而没有觉察到什么，就是我们登出开悟最重要的状态。为什么没有觉察到什么？简单的说，我们世界上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任何的现象都是有对境的，也就是你可以去看着观察着一个现象，那个现象不管是什么，即使它是一个空，什么都没有，听起来像空一样，你还是觉得说我正在觉察着一个空的境界。这时候是因为你有了解释，所以所有的对境都因解释而存在。我们的觉察本身是离于解释的，所以当我们觉察到没有对象的时候，我们觉察到的是什么？就是觉察的本身。全世界全宇宙只有觉察的本身是没有境界
没有内容的。所以我们练习不解释，为的就是觉察着觉察本身，只是这样而已。这样子你就可以离开人生所有的故事，跳出人生的故事。因为人生的故事就是我们看到境界现象，我们并对它加以解释而形成的。所以由这边我们就知道，修定境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当你修到安定下来的时候，你产生的一些情境、现象、境界，你还是要把对它的解释轻松的放下来。这样子，或许有人修这个禅定，修了几十年，才修出一点点境界出来，你叫他再把它放掉，那花了那个几十年的时间，又何必呢？四禅八定都修出来了，然后哇，好大的境界，你再要把那些境界放下来，没有必要。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往轻松的把一切现象的解释放下来，我们当下对眼前的解释放下来，没有解释，单纯的存在在那里，也就是觉察着，而没有觉察到任何事物。这样子是最快的方式。今天就针对这个话题，跟各位简单的聊一聊，但是各位要对这个不解释，要能够抓到它的精髓，你就不会枉费了很长的修行的道路。今天谢谢各位，再见。